现在是数字时代，尤其是微信等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支付方式，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，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和隐患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有位大娘在超市排队准备付款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微信的钱莫名被刷走了800块钱，经过监控查看，才发现了缘由。原来大娘在排队期间就提前打开了微信付款码，而身后有一名女子用手机远远地拍了一下女士的付款码，仅10来秒轻松盗走钱款。此类案例还有很多，这些作案人员都是利用了被盗人员的疏忽大意，悄悄地通过支付时打开的二维码转移财产。我们在面对微信支付方式我扫你和你扫我之间，应该如何使用，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？我扫你也就是付款码支付，是指消费者提供付款二维码，而商户使用扫码枪扫码收款。这种方式一般用在大超市、商场、餐厅等大型商户，场景较多。只需要打开微信付款码，不需要自己操作就能自动被扣取相对应的钱款。这种方式优点就在于便捷，适合着急付款的人。不过缺点在于，如果没有保护好二维码，被旁人扫了过去，自己的钱财将会不翼而飞。需要设置付款指纹识别、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支付功能，增加安全性。你扫我，也就是收款码支付，是指商户提供收款的二维码，而消费者打开微信的扫一扫功能进行支付。这种方式一般用在菜市场、杂货铺、路边摊等小商铺。商家把自己的收款二维码贴在显眼的位置，我们买完东西，然后拿起手机对着商家二维码扫一扫，就可以完成支付。这种方式的主动权是在消费者手上，能自己输入付款金额，以免被多刷走钱。但缺点也是很容易被犯罪分子盯上，扫到不安全的二维码很容易中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在扫描对方二维码前，应当仔细确认商家的身份和信誉，确保二维码真实与安全。虽然商家扫我们的二维码时会省去2个步骤，但相对自己扫码来说，安全性会更弱一些。因为我们自己扫码的话，可以自己输入金额和支付密码，如果输错了，也可以在没有支付前改掉。而商家扫我们的二维码，会直接把钱划过去，我们只有在支付了之后才知道到底付了多少钱。在选择这个支付方式时，我们是被动的，如果商家一不小心弄错了，而我们又没有注意，那么多划走一些钱，我们都可能不知道。所以在这种方式付好钱之后，一定要及时查看账单，看看扫走的钱是否和实际的钱一致，以免商家弄错了。手机付款时要注意这2点。1. 设置支付密码。免密支付虽然比较方便快捷，但安全性会降低很多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，就存在很多类似扫码枪的恶意软件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还是设置支付密码，这样商家直接扫我们也需要输入密码，就能增强安全性。如果实在觉得麻烦，也可以添加一个指纹支付，既方便也安全。2. 不要随意扫不知名的二维码。现在商家收款都是让顾客去扫描贴在墙上的二维码付钱，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正因为这样，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下手的途径之一。他们会在原有的二维码上粘贴成改造后的二维码，虽然很难遇到，但就有些人因此中招。
所以在支付时要问清楚商家的二维码再付款。另外，在大街上也不要随便拿出手机来扫码，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有钱在里面的软件，特别要谨慎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3、确认对方的身份。在进行微信支付时，请务必确认收款方的身份，以免因误扫诈骗二维码而遭受资金损失。当向熟悉的人或实体店铺付款时，这种风险相对较低。然而，在陌生环境中，尤其是在线购物时，请特别注意收款方的识别信息，确保交易的安全性。如何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？在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时，我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：安全性，如果交易金额较大或涉及到个人隐私信息，建议选择你扫我方式进行支付，因为这种方式相对更为安全。便捷性，如果交易金额较小或需要快速完成支付，可以选择我扫你方式进行支付，因为这种方式更为方便快捷。适用场景，根据不同的交易场景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。例如，在实体店购物时，可以选择你扫我方式进行支付，而在个人之间的转账或小额交易时，可以选择我扫你方式进行支付。总的来说，你扫我和我扫你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。在安全性上，我扫你相对更加安全一些，在使用上，你扫我则更加方便一些。因此，在日常消费支付中，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哪种方式。如果商家提供的是你扫我方式，我们可以询问商家是否可以使用我扫你方式，以提高支付的安全性。如果商家提供的是我扫你方式，我们则需要注意观察商家的二维码是否正规、合法，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。只要我们保持警惕并遵循安全操作准则，微信支付将带给我们便利的生活方式，确保我们的资金得到保障。让我们共同珍惜和善用这一现代支付工具，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如果觉得视频分享您觉得对您有帮助，请您看完视频点个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